福儿，陪我踏青好吗？这个主意太好了。三公子，蜜姐每日在府内一定很闷，大哥也躺了好几天了，更应该出去走走。大哥，不如三公子也一起去，人多才好玩嘛。是啊，你也一起去吧。好啊，大哥，好啊。三弟啊，你不知道你大哥还没有好吗？我一高兴就给忘了。一起去，一起去就一起去。他在比什么？待会儿你们就知道了。曹丕这个逆子，胆大包天，居然连我都敢打，这还了得！他日还不杀君弑父！如此逆子，你们告诉我，这个逆子，你们为何保他？起来说话！主公，大公子乃我营中最骁勇善战之人，何况那夜他是醉酒不知事，无心之过，请主公原谅他。是啊，主公，为此杀大公子，旁人若谣传，岂不有损主公颜面？许褚，在。你说过，曹丕那个逆子喜欢征服是吗？属下只是猜测而已。主公，若是这样，主公必须放弃那位女子。主公忘了前车之鉴，董卓和吕布争夺貂蝉之事。我和子桓是亲父子，不能相提并论。主公，依属下之见，不如成全了大公子。主公，依臣之见，必须杀了甄宓，免惹祸端。姑娘，不怕，没事，没事的啊。来，将军请用茶。主公是否？你们谁也不要多说。本宫自有主张。听说了没有啊？这大公子啊，差点被打死。哎呀，各位姐妹们，我们马上要失宠了啊！会吧？你们知道大公子为什么被打吗？为什么被打呀？哎呦，笨呐！哎，别吹了，哼，还不是为了征服那狐狸精。哎呦，一猜就是他，就是他，我说是就是他。哎呀，都别说了，听我说。你们知道老爷为什么迁到这邺城来定居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知道哎呀，笨呐！当然还是为那狐狸精了。哎呀，老爷才决定啊，到这里来永久居住。真是，你说我们以后该怎么办呢？对呀，我说老爷怎么一直不来找咱们呢？哎呀，大家静一静，静一静。好了，我听说啊，是大公子喝醉了，坏了老爷的好事，所以才被打的。照这样看来啊，那个狐狸精在老爷心中的分量啊，是没人能比，也比不上的。哎呦，你们说到底怎么办呢？那老爷以后还会来找我们？
母亲，您就不要再担心了。子桓受的只是皮肉伤，再说还有子建在身边照顾着，相信很快就会痊愈的。子桓他身体强壮，我倒也不担心他的伤势，我只是想不明白，你爹到底是为了什么原因，对子桓出手这么重，事后对他还不闻不问。母亲，青儿有句话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你这孩子，对自己的母亲有什么话不能说的？我是觉得这事情跟甄宓有关系。跟甄宓有关？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母亲，您想，自从父亲攻下邺城之后，唯独对这甄宓礼遇有加，而且谁都看得出来，父亲爱慕着甄宓。这几天，我也听到众姨娘在背后议论，说子桓挨打跟他有关系。你爹喜欢那个甄姑娘，我当然知道。不过，不管怎么说，他也不应该为了一个女人对子桓这么狠心啊。母亲，您只看到父亲对甄宓有意，却没有看到子桓对甄宓也有情吗？听你这么一说，为娘倒是觉得子桓的确是跟以前不同了。来邺城的路上，他一直若有所思。为娘也发现，他对那个甄姑娘是格外的在意啊。这就对了，这子桓呐是文武双全，甄姑娘是貌美如花，自古是美女配英雄。哎，我看他们两个在一起是最合适不过的了。这合适是合适，可是偏偏你爹，他也喜欢那个甄姑娘。自古红颜多祸水，这远了不说，就说最近的，董卓跟吕布为了一个貂蝉，父子争得你死我活的。你爹当初还说，这貂蝉魅惑吕布跟董卓，视他为洪水猛兽、前车之鉴，想不到。哎，母亲，此言差矣。这子桓跟父亲是亲父子，不同于他们。这依我看，不如我们想个办法，成全了子桓跟甄姑娘，这样子桓跟爹不就没有矛盾了吗？那天看到甄宓，她的确是个知书达理的好姑娘。如果能够成全子桓跟甄姑娘，那我倒也挺高兴的。不过你爹那个个性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只要是他决定的事情，是没有任何人可以改变的。也是，他想要得到的东西，也一定要握在手里。更何况，这万事不能强求。甄姑娘原本是袁熙的妻子，她不是这样的，娘。我听说，这甄宓跟袁熙尚未圆房，也是因为这样，子桓才会这么喜欢她的。那你知不知道，甄姑娘的心中可有子桓呢？母亲，这甄宓心里有没有子桓，不是你我说了可以算的，这呀要看子桓啦。可是，爹那边……如果子桓真的喜欢那个甄姑娘，你爹那里就由我们母女来想办法。莫非母亲有办法啦？目前是没有，不过我得先去找你爹，先化解他跟子桓之间的怨恨。那我就陪母亲一起去。小姐，你看，想不到三公子
竟将我画得这么好，蜜姐以为是我看到你之后画的，难道不是吗？这张不好，换一张。小姐，你看那张。看第三张。小姐，这幅是我前年画的。前年我们并未见过啊。昔年路过洛川西，火苗之中避风雨。事到欲绝，与你梦中约，梦中时儿太离奇。真抚体为心头如雷震，此间竟是梦中人。小姐，三公子送你的玉篓巾带着。玉珏镂空，静待相思念，送给梦中的女神。以为全是无稽谈，梦中只是全虚幻。谁知公子与你做同梦，不由害羞脸带红。蜜姐，自见本不幸宿命，却夜夜梦你到天明。想起陈琳，凡间几滴，真抚怎能放感情？三公子心肠最好，紫嫣也知道，难怪我们家小姐紫嫣怎么这么多话。蜜姐，我三公子，禀三公子，大公子请你去一趟，想跟你商量出游之事。知道了，你跟大哥说，我马上过去。诺。蜜姐，我和大哥商量一下，你准备准备，明日一早出游。小姐，紫嫣，你记住，以后不要在公子面前乱说。小姐，紫嫣看得出来，你对三公子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关心。三公子对你也是关怀备至，为什么不？你不要忘了，邺城是被何人所破，袁家又是被何人弄得家破人亡。小姐啊，可是你尚未和袁熙二公子洞房啊。如今陈叔父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我的身上，我不能让他失望。快走吧。城中传来消息，明天老贼家中有人出城。哼，我倒是希望他亲自前来。明天见到老贼的人，见一个杀一个，见两个杀一双，把他们杀个片甲不存。好，好，咱们都听二公子的啊！好，明天多杀点啊，多杀点。好，明儿多杀点，是，一定要多杀。如果万一对方人马众多，咱们就小心埋伏，见谁落单就先杀谁，务必见机行事。好，明天大家只要杀一个人，我就有赏，到时候谁杀的越多，我就赏的越多。好，到时候杀得他们片甲不留。对。
别提那个逆子。再怎么说，他总是你的儿子啊。儿子？你看看我的伤，有这样的儿子吗？他是大逆不道。爹，子桓一向是明白事理的孩子，我想他是一时贪杯，所以才……住嘴！普天之下，谁敢惹我曹某？这个逆子，今日让我颜面扫地，颜面尽失。子桓都已经被你打得卧床不起了，难道你还不肯原谅他？告诉你，他如不是我儿子，我头都可以砍下来。老爷，不要再说了。禀主公，陈琳陈大人求见。传。诺。陈琳叩见主公、夫人、大小姐。哎，陈先生，免礼请起。谢主公。不知主公叫微臣来有何事吩咐呀？先生，今日崔琰修书而来，说愿意辅佐汉室，报效朝廷。啊，恭喜主公，贺喜主公。先生，还有一件喜事，我那三子曹植呢，与杨修一见如故。如今那杨修也愿意加入我的麾下。主公宅厚人心，宽待善才，我等定会为主公效忠的。恭贺主公又得到2名忠诚的臣子。先生，你是我曹某人的福将，若无先生，那杨修、崔琰又怎能加入我曹营呢？这的确是先生的功劳啊！主公如此抬举，臣定当肝脑涂地。还有一件事情，我也想拜托先生。啊，主公请讲。先生，你明日带着人马、礼物，替本将军去礼聘那杨修与崔琰。好，臣愿代主公效劳。好。啊，还有一件家务事，想征询一下先生。啊，主公请讲。先生觉得崔琰的侄女儿怎么样？崔姑娘，啊，崔姑娘，贤淑美貌，乖巧灵悟。她从小就跟着崔兄，得以崔兄的教诲，所以无论是人才还是礼数，都非常的优秀，是一位非常不错的姑娘。那先生觉得我家犬子曹丕与她可相配？大公子有勇有谋，一表人才，跟崔姑娘在一起，正可谓是郎才女貌，非常般配呀。老爷，你是有意想要撮合子桓跟崔姑娘吗？夫人，刚才你也听到了。那崔姑娘是相当的不错，我还怕我们家犬子曹丕配不上她。可是爹，好吧，老爷，那你就早点休息，我跟青儿先回房去了。先生啊，没什么事情了，请回吧。诺，微臣告退。
这么晚了，老爷怎么还没回来呀？老爷，您可算回来了。石玉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老爷还说呢，自从我来到邺城啊，老爷一次都没有让我服侍过您。妾身知道老爷忙于处理朝政，但是铁打的身子也得休息啊。所以今晚妾身特意备下酒菜，让妾身好好服侍老爷。好啊，还是你懂得体贴我呀。来，陪本将军喝几杯。那妾身就恭祝老爷步步高升，早日成就霸业。好。曹休啊，这没你什么事了，回去吧。诺，但主公明早5更前来接我。诺。老爷，喝酒。好。什么真美人？别以为你一出现，我石玉就会失宠。只要我略施小计，老爷的心呢，就还会在我这里。老爷，来，再喝一杯。好。石玉，明早5更的时候一定要叫醒我。那当然，可是现在已经……老爷。参见二位公子。把路上打开，我们要出去游玩。这，属下不敢。什么？我的命令你不听吗？不知二位公子，你们可有主公令谕？我们是谁，还需要主公的令谕吗？主公有令，没有主公令谕，恕卑职不能私自放你们二位公子出城。混账！怎么了？丽姐，守将说，必须有父帅的手谕才允许我们出城。那我们不出城就是了。哎，我说了，今天出去玩，谁也别想阻拦。啊，大哥！再不开城门，格杀勿论。诺。放行。走。这。快去禀告华大人。诺。风和日丽，绿无影。金云叠平，清新山。树林掩映树
参见。昨夜大将军喝醉了，你们又不是不知道，还来吵他。哎呀，十一娘，华大人和我有要事禀告父帅，你快将父帅叫醒吧。哎呀，不行！今早三更大将军醒来，头痛欲裂，特别吩咐我要稍睡片刻。我呀，舍不得叫醒他。现在已近晌午，夫人不妨……我说不行，就是不行。什么人这么喧哗？哼！父帅，参见主公。何事啊？禀主公，城门守将传回消息，大公子及三公子带了甄姑娘出城。谁的主意？我不是吩咐过，没有我的命令，谁也不能出城的吗？所以属下才过来禀报啊。到底谁的主意？子文，严惩守城的门将。是大哥拔剑要他们开城门，怪不得他们。这个混账，越来越胆大了。华歆，臣在。为什么不立即禀报我？是我不让他叫您的。您昨夜宿醉，半夜又头疼，人家舍不得叫你吗？现在什么时辰了？已近中午了。石玉，我记得我入睡前跟你说过，我多睡半个时辰，到点儿了，我让你一定要叫醒我。是啊，可是人家一想起大将军每日操烦国事，夜不成眠的，怎么忍心叫你嘛？想不到你对本将军居然这么好。石玉，等下我重重的赏你。谢将军。子文，孩儿在。带一队人马，速将他们给我找回来。诺。许褚、曹休，在。将那石玉。诺。这下我可比众姐妹得宠了。哼，甄宓那个狐狸精，哪有我聪明？你们进来干什么？回十一娘，奉大将军之令，带你下去。是不是大将军要我搬到更好更大的房间，还是要给我重重的赏赐呀？奉大将军令，将你拉下去，乱棍打死。不可能！将军，大将军，救命啊！来人，救命啊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大将军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大将军！我们终于出来了，太好了。福儿，你看这山上的风景多好啊，不如咱们上山玩玩。是啊，这山上视野开阔，又别有一番景色。丽姐，我们要不要去走走？好啊，好不容易出来一次，当然要小姐感受一下这湖光山色了。只是，小姐你累吗？哎，你想说什么呀？无言说，丽姐一路上笑得那么开心，肯定不累。是啊，我真的好久没有出来了，真的觉得很开心，好自在。那好啊，那我们更要去走走。你们原地戒备休息，有什么事情我再叫你们。诺。子健，我们上山给他们打点野味去。好，走走。
曹操的兵士都在山脚下休息。方才见3男2女上山头去，你们可看清楚是什么人？二哥，你说，那会不会是曹操老贼？哼，管他是谁，既然来到这里，就绝对不能让他们活着回去。哼，二哥，既然曹兵在山脚下，咱们就不要惊动他们。我知道有一条小径，直上山头。嗯，那好，就留2个人在这里监视着，咱们快走。大哥，你看，丽姐，你们看，好漂亮。福儿，你看，群峰矗立如天际，草斜阳扑鼻暖风起。既不再凡人事，满山春色野鸟啼。多日愁困在夜城，多日愁思乱纷纷。多日不见天地大，多日才见含笑花。丽姐，小心。山野虽美风萧萧，山径难行路迢迢。小心谨慎最为要，我会将你画记牢。走，我们去那边看看。你看那儿，福儿，你跟我来，这里的风景多美。你看，湖光山色。小姐多日无宵夜，难得今日笑绵绵。今日高兴喜满面，你却有口不能言。你是说我家小姐和3公子也很高兴？你看，这漫山遍野的风景真美。我去帮忙。小姐，我来，放那儿。小姐，公子说要去打一些野味呢。对啊，这还不简单？无言。小姐，你看，你看，哎，不知道能不能射中？
射中了，射中了！我输了，3弟。不过，还是我的那只比较大呀。福儿，我去给你取过来。我也去。对，你去吧。蜜姐，大哥最好强，每次射箭总是要赢我才高兴，所以刚才我特意挑了一只最小的。小姐，蜜姐，小姐，小姐，快起来！有没有扭伤？没事吧，小姐？没事，没事。小姐，你的玉钗子掉下去了。哪只啊？就是老夫人留给你的那只啊！哎呀，这我去捡。小心点儿。小姐，我们先过去休息吧。慢点啊，慢点。你没事吧？小姐，三公子实在是对你太好了。就是因为他对我好，所以我才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这还不简单？嫁给他。嫁给他？我的好小姐，如今局势已定，袁家气数已尽，你别听陈先生的，你要为自己打算啊。这怎么可能呢？他叫我蜜姐，我大他那么多，大他一点没有关系，只要两情相悦，对不对？小姐，别说了。真儿，小姐，真儿，真的是你，是你。二嫂，真的是你啊！我走之后，他们没有欺侮你吧？我……对了，二嫂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是啊，刚才我远远的看到3男2女，但没想到是你。你快说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小姐是被他们逼出来的。可恶！真儿，告诉我，谁那么无耻大胆，强迫你陪他们出来？我去杀了他！不是，我找到了。他来了，小姐。走。这。蜜姐，我找到了。蜜姐。啊？人呢？啊！你们，小姐，哼，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草安蛮家的小畜生！不能伤害他。蜜姐，蜜姐，这儿，他口中所叫的蜜姐，叫的是不是你？小姐，别说我。你什么时候成蜜姐了啊？你说呀！不要！他竟然叫得如此亲密，放开他！住口！我杀了你！别！小姐，我杀了你！别！不能伤害他！为什么？因为我……哎呀！因为老夫人还在邺城。二哥，先不能杀他。小姐会被他们出来，对他们虚与委蛇，完全是为了公子你母亲袁夫人以及众家眷的安危。二公子，
小姐对袁家一片苦心，想不到你却误会她，她是不是很冤枉？我死了算了，小姐。不要！干嘛？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好，我错怪你了。我们快走。上哪儿？刚刚我们上来的时候，看到山的另一边，还有曹营的兵马正向这里前来，所以此地不宜久留，快走！小姐，阿哥，这小畜生怎么办？小姐，小姐，不要过去！三公子，小姐，带走，诺诺。快去！啊！哎，你看，这论腕力，论眼力，子健毕竟还是个小孩子。哎，你别跟我比了，你比我也得猜，你还是回去跟子健比吧。拿着，走吧，等着我们的野味呢。大哥，大哥，二弟，你怎么来了？父帅对你们私自出城十分生气，命我赶来带你们回去。现在我做什么，父帅都不会高兴的。大哥，到底为了什么，父帅会这样对你？好了，事情已经过去了，就不要再提了。既然父帅叫我们回去，那就回去吧。走。三弟，三弟，啊！啊！三弟，三弟。二弟，大哥，快！你带所有兵马守住出口，严禁出入。诺。无言，你跟我去找。你要自己去找，快去！子健。三弟，子健，三弟，花心匆匆，老爷，这是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曹丕这个混人又给我闯祸了。老爷，
你先别怪子桓，我现在担心的是子建呀。不怪他，怪谁？都是他违我将令，带着子建和甄宓私自出城。现今探子来报，子建失踪了。这万一要是被人捉去，被人捉去，那你赶快派兵去救他呀！哎呀，夫人，现在还不能确定被捉了。子文已经派人去救援了。老爷，夫人，请先别急。主公已经派出2队人马前去搜救三公子。那个地方只有3条路，一条回邺城，一条往南，一条往西。目前咱们的兵马已把守住每个路口，相信很快就会有三公子的消息的。是啊，母亲，三弟一向机警，我想不会有事的，你就放心吧。禀公子，曹军在3岔路口把守着，对来往行人严加审问，我们无法混过去。这附近的猎户呢？全部都处理掉了，粮食也都搬回来了。好。小姐，这个地方不但房间多，足够大，而且十分隐秘。除了我们的人知道以外，没有其他人知道，所以暂时十分安全。我看待上个3、5天不成问题，让弟兄们抓紧时间休整。这样，你让人去探听一下曹军的动向，如果有什么风吹草动的，马上回来向我禀报。还有，吩咐下去，小心戒备。没有我的允许，任何人不得随意进出。等过几天曹军守卫松懈时，我们再突围回幽州。诺。小姐，小姐，哎，这儿，小姐怎么了？小姐今日受惊过度，平时心情就不太好，当然会头晕了。行，那赶紧送她回房间休息。诺。兄弟们，大家吃好喝好啊！小姐，你放心，一定会有办法的。叫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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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位先生，请问有没有看到这样的？没看到。有没有看到正方面的人？没有。哎，看，嘿，瞧他那熊样，就是，哼，根本没用。你们辛苦了，这些酒菜拿到一旁去吃吧。少夫人叫你们去就去，还待着做什么？
这能去吗？啊，去啊！好，哎，走。子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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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了？我是蜜姐。你不要过来，你不要过来，小姐，子健。你不要过来！你怎么了？我是蜜姐啊！你不要过来！小姐，怎么了？我是蜜姐啊！蜜姐，子健。提起蜜姐心酸日夜，已得草枝泪涟涟，前方百计微博他笑脸，朝夕为他魂梦牵，虽知他今世委曲求全，为将她婆婆来保全，枉费自己对她深情缱绻。在挂牵，深深句句真情出肺腑，有悲有喜，泪如注。难道蜜姐不是？人心不知他母命丧，偏他保你生年华，小姐。对你
言说的是真的吗？蜜姐，蜜姐，子杰。怪我无知太懵懂，误会蜜姐太荒唐。切莫自责，放心上，看你受伤心惶惶。皮肉之伤能忍受，只求常伴蜜姐旁，盼望今生手牵手，若是蜜姐命必休。爱深意浓说出醉，甜言蜜语为心扉。征服大你好几岁，两人怎能来相随？真心换得心真诚，何必为此乱心胸？应先设法救你命，美你自荐不远行。子杰，你怎么那么傻？要走一起走，失去了你，我岂不如同行尸走肉一般？子杰，蜜姐，小姐，三公子，现在是应该想办法一起逃走。不过，目前应该先治疗三公子的伤啊。你看他这么虚弱，就算逃，也逃不出几步啊。子言说的对，要不这样，子言，你去吩咐那些士兵，不可再对子建无礼。我来想办法弄一些药。等会儿，我们再来想想办法，看怎么把子建给救出去。大公子，怎么样？还没找到吗？没有。报，将军，怎么样？找到三公子了没有？没有。再接着找。诺。你先回去禀报主公。诺。老爷。哎呀，你说我有什么办法？放心，没事的。微臣参见主公。放心，找到了没有？还没找到。没事的。那么其他人回来没有？还没回来。
方才是曹休派人来报。子杰，子杰，母亲，老爷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夫人，我现在正烦着呢，哭哭啼啼的我。你叫我怎么能够不伤心？好好的一个孩子，就这样无端失踪了，到现在是生是死还不知道。子杰，我的子杰。副帅，子文，你找到子健了吗？娘，孩儿几个山头都找过了，就是没有找到。我担心。母亲，你先不要着急，还是先听二弟怎么说吧。子文，孩儿在。各个岔路口都布置兵马了吗？全都布置好了。孩儿也命曹休统领兵马，严加查防。有曹休在，我就放心了。你说的什么话？应该是子桓在才有用啊！别跟我提曹丕这个浑人！母亲，子桓，子桓，母亲，子桓，找到你弟弟，找到子健了吗？啊！现在还没找到。不过母亲放心，三弟他暂时没事的，您不要太着急。没事。如今子健失踪，我们全家人急成这样，你居然还说没事？我告诉你，如果子健有事的话，我要你的脑袋！反了你！老爷，你干嘛对儿子这么凶？子桓，子桓，你等我！母亲，子桓，母亲，子文，孩儿在。你赶紧回去休息一会儿吧。明天一早加派人手，仔细的搜查。孩儿遵命。放心，微臣在。只要有机会，就杀了这个畜生。诺。子桓，母亲。子桓，你这傻孩子，你怎么可以跟你爹生气呢？母亲。是啊，子桓，这件事是你不对，你未向父母禀告，就私自带子健和甄姑娘出游，如今二人失踪，你叫父亲怎么不心急呢？对了，子桓，你刚刚说子健会平安无事的，你可有把握？母亲。世宗之事遂离奇，定是有人来挟持。挟持并非要杀死，唉。至今尚未有死事。子桓，你说子健是遭人挟持，那挟持可明了，挟持原因为那条，四处既然都找遍，怎
母亲。母亲羡慕泪汪汪，一时寡饭在心房，只怕袁绍地狱当，落入敌手民必亡。几人自有天相助，自见从兵多智谋。调兵遣将四处布，母亲应该宽心。子桓，那你知不知道无言是不是还跟在子建身边呢？没有。无言？哎呀，我竟然没有发觉，无言也不见了。我想，无言也一定四处在寻找子建。母亲，我这就派人去寻找无言，没准儿找到了无言，就能找到子建跟甄姑娘。哦。子建，母亲放宽心，放宽心。一步寻主，心中喜，奔波百里，暗森森，真日为师。奇怪，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大的石缝呢？看样子，好像有人从这里走过去。好，那我就过去看看。没想到这边别有洞天，这山上山下我都跑遍了，都找不到公子。说不定公子和甄姑娘就在这附近。哎，前面好像有户人家，我去打听一下，看看有没有我家公子的下落。珍儿，你看看，喜欢吗？你怎么把这里布置成这样了？珍儿，你看，你我只有夫妻之名，却始终没有拜堂。好在老天有眼，今天终于让你我又见面了。
我就随便叫人简单的布置了一下。今晚我们就在这里拜堂吧。哦不，不，你该不会是看我们袁家衰败，不想和我成亲了吧？我是在想，老夫人如今还在邺城未被救出，即便是要成亲，也应该由老夫人来主持嘛。所以，还是再等一等。等，又是等。当初就是为了击退曹军以后我们再成婚，可结果呢？结果被那个曹阿瞒攻占下了邺城，害得你我彼此不能相见。那曹操老贼嘴上说的是为了讨伐我们袁家，可是谁不知道，他都是在打你的主意。就因为邺城现在还在曹军手中，你怎么还有心思去成亲？难道你不应该找机会再去攻回邺城吗？攻回邺城？你以为我不想吗？可是这又谈何容易？三弟和大哥到现在依旧不和，大哥原来又是个贪生怕死之辈，仅以我和三弟的兵力，尚不足以抵抗那曹操的10万大军。难道你就这样放弃了？那张彪就那样死了？陈叔父可是故意委身留在曹家，他在等你再拿回邺城呢。我当然不会放弃。等我们回到了幽州，我就立刻找大哥袁谭一起商议复城大事。真儿，我太高兴了，到这个时候你还这么为我们袁家着想。不过这件事情就交给我去解决，今晚我们就安心成亲吧。不，男人应该以大事为重，邺城还未还，你却有心情在这厮儿女情长，你这样如何攻下曹军？该怎么做，我心里清楚得很，用不着你教我。之前你被困邺城，那是你幸运，没被那个曹阿瞒玷污。可现在你总算回到我的身边了，就算收不回邺城，我袁熙起码还有你这个美人在身边。袁熙，我真是看走了眼。哼，你是我袁熙的夫人，我不早日与你成婚，难不成再让你落入那个曹阿瞒手中，便宜了那个老贼？来，小姐，公子，你这是做什么？紫嫣，这儿没你的事。公子，小姐这几日身体不适，而且你若是要和小姐成婚，等我们到了幽州，请来大公子也不迟。紫嫣，这儿轮不到你说话，走开！小心！二哥，这外面大家都还等着你饮酒呢，你却躲在这儿跟二嫂亲密起来了啊！二哥，走吧，今天大伙高兴，我们出去啊，多饮几杯。这回头过完以后，你跟二嫂可有的是时间啊！走啊，来吧。小姐，没想到这袁熙这么让人心寒。小姐别难过，袁公子出去喝酒，我们去看看曹公子，他到现在还没吃没喝呢。你去准备一些酒菜，哦，还有药。我们晚一些去看看子建。主公，尚未有发现。华歆，你认为是何人所为？一定是袁绍的余孽。本将军认为，一定是袁绍的3个儿子都来了。主公，
子剑落在他们手里，本将军倒不担心，因为他们一定会把子剑作为人质，来和本将军谈判。主公，属下不明白。他们会觉得自己的母亲还在我这里，必然会以子剑作为人质，来交换自己的母亲。可是，袁绍的夫人已经……华歆，此事万万不能泄露出去。诺。本将军现在担心的是，真美人落在袁熙的手里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主公，华歆，秘密派出人马，放出所有密探，发现敌情立刻包围，想方设法，无论如何要救回甄姑娘和曹植，知道吗？诺。曹植已经失踪2天了，这么一个小小的山头，派去这么多人，却徒劳而归。看来，除了二公子袁熙之外，不可能再有人对那里如此熟悉，可以轻易躲开曹兵。如此说来，想必真侄女也与二公子在一起。好你个曹贼呀！灭你曹氏、复我袁氏的时机到了。那我就借此机会，和二公子来个里应外合，先灭了曹阿瞒的儿子，再想办法联合3位公子攻城。奇怪，无论是山的这一边，还是山的那一边，我每次发现的都是空屋子。难道这附近的猎户都不在？可是天都黑了，猎户不可能不回家呀。这一定有什么原因。三公子，蒙你收留和照顾我，我就是拼了这条命，也要找到你。老天爷，好人有好报，求您保佑我家公子、甄姑娘和紫嫣平安无事。如今全身疼痛，又饿又渴，秘诀至今未来。我最担心的是傅山和母亲必然为了我的失踪不安，尤其是母亲，一定啼哭不休。子杰真是不孝啊！
小姐，你先给三公子上药，我去外面看着。